家好，本节介绍嵌花编译参数设定。根据功能主要分为4个类型。第一类，砂嘴的带进带出；第二类，砂嘴的移动；第三类是一行规程处理，即收加针的处理；第四类为优化选项。针对这4类参数，下面将会做详细的讲解。下面实例介绍。在绘制好嵌花花型后，打开编译界面，这些参数都在编译界面里面。针对嵌花，这些参数主要在花样展开页面。选择银塔下，可以看到银塔下包含砂嘴的带进带出、砂嘴移动和一行规程处理。砂嘴的带进带出是由浮线长度决定的，小于浮线长度直接带入，大于浮线长度按带砂类型进行带砂。带砂类型有3种：不处理、吊木和前吊后支。吊木或前吊后支之间的间隔是由编织间隔决定的。砂嘴移动，可以看到砂嘴移动处理和砂嘴带进带出处理是类似的，唯一的区别是，在编织完一个区域后，例如这个花型编织完212区域后，砂嘴不带出，在编织下一个212区域时，提前做砂嘴移动处理，将砂嘴移动到下一个212区域开始点触。没有编织前做踢砂处理，避开其他砂嘴编织，这就是砂嘴移动的处理。接下来了解一行规程的处理。一行规程里面，这个是对加减多针的处理。加减多针时也有3种处理。不处理就是浮线、吊木，和上面的处理是一样的。交错吃针，这里重点介绍交错吃针。交错吃针就是在嵌花加减多针的时候，1隔1吃针，2行合成一个完整的编织行。这样做，编织完后背面没有浮线。这个选项有个缺点，若加减针的针数比较多的时候，1隔1编织的地方很可能会跑木，这样1隔1编织地方的线圈就比满针床编织地方的线圈大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就需要使用吊木参数。就是说，如果选择交错吃针，加减针针数小于使用吊木的值时，执行1隔1交错吃针，这样1隔1编织距离比较小时，跑木就不明显。也就是说，加减针针数不多时，可以使用交错吃针，背面不会有浮线。若加减针数大于使用吊木的值时，用吊木处理。因为加减针距离比较大时，用吊木进行处理，这样编织完后浮线是比较长，方便后面抽掉，并且不会跑木。这就是使用吊木参数的应用场景。自动选项：加减针、加减一针。加减一针通常是对离型块有作用。这里推荐勾选自动。勾选这个选项，系统会对加减一针做最好的处理，使嵌花每一条衔接线效果达到最优、平整、光滑。接下来以打开的这个花型为例，看一下这些选项的处理方式。可以看到，嵌花编织前需要带进砂嘴，例如编织212的砂嘴，从编织区域外第一次带进砂嘴，
就需要用到砂嘴带进带出处理。砂嘴的移动处理在这里可以体现。这里212区域，在这里编织完成后，不想进行带出的处理，因为下个212区域还要进行编织，这时就要用到砂嘴移动处理。这一段距离就是移动的距离。但是在两个编织区域间有间隔几行，砂嘴将提前移动到这个位置。移动到这个位置后，在编织213这2行时，会回踢213的砂嘴，避按213的砂嘴，避免砂嘴撞针。最后加减一针的处理，在菱形块中可以看到有加减一针的处理，勾选自动就可以了。这一块黄色区域有加减多针的处理，这里加减针针数小于使用调木的值，这里加减针针数是大于使用调木的值。选择花样展开，砂嘴带进带出为前调木后编织，间隔距离为3针。砂嘴移动，它们的处理是类似的，这里为了与砂嘴带进带出区别开来，带砂类型选择调木，编织间隔设置为5针。一行归层处理，选择交错刺针，小于使用调木的值时做交错刺针处理，大于这个值时做调木处理。花型可以体现出这3类参数。优化选项在设置页面中，优化选项有一行微拧嵌花，这个参数在勾选它时做组合型拆分，不勾选时就是阶梯型拆分。编译，反编译查看结果。这里为砂嘴的带进带出处理，前调木后编织，后编织后将会进行落布。落布在哪里设定呢？落布的行数和次数在花样展开自动处理页面，这里有带砂拖圈设置，这里就是设置带砂后间隔落布行数和落布次数。在反编译里可以看到，间隔落布行数为2行，落布次数为1次。这里就是加减一针的处理，可以看到左边和右边的处理是有一定区别的。勾选自动，系统会自动处理。这里为加减多针的处理。看一下砂嘴，看功能线215上的4号砂嘴，这一行加减针的针数小于使用调木的值，可以看到这里是用交错刺针的方式处理加减针，背面没有浮现。在下一次加减针时，针数大于使用调木的针数，在这里可以看到4号砂嘴加减针时是使用调木进行处理。接下来看砂嘴移动处理，砂嘴移动时需要注意一点，
刚才虽然有选择沙嘴移动，但是在反编译里面可以看到212的沙嘴及3号沙嘴是没有进行沙嘴移动处理，而是进行了带出和带进。为什么没有沙嘴移动呢？因为在银塔下沙嘴设置界面里面，这个3号沙嘴为一组嵌花，这个3号沙嘴为另外一组，那么这两组嵌花被系统认为是独立的。独立的时候，编织完一组嵌花后，沙嘴带出，在编织另外一组嵌花时，再带进来，将两组嵌花合并在一起后，不会将3号沙嘴带出再带进，这时就需要用到区域合并。在这里填写一个行数值，只要这个行数值大于它们的间隔行数，这两组嵌花就会变为一组。这里填6，确定后可以看到，这两组嵌花合并成了一组嵌花，那么3号沙嘴就不会带出去了，而是进行沙嘴移动处理。编译，这里可以看到3号沙嘴没有被带出去，而是将3号沙嘴进行了沙嘴移动的处理，提前带到了这里。这里会踢沙避免撞针，还有优化选项的参数。这里是普通拆分，没有优化。这里勾选一行 mini 嵌花，编译，反编译查看结果，可以看到，在安全帧数之内是没有进行组合的，在安全帧数之外有进行优化及组合拆分。这里211和212在一行上编织，即一行上带2把沙嘴。在这两个编织区域时，看功能线215，看这一行的沙嘴，没办法在一行上体现2个沙嘴。这里用银塔下色码表示2把沙嘴，具体的编织动作则是在组织图层上。组织图层上有具体的编织动作，编织的沙嘴则是在花样图中体现。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